哎，楼上楼下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徐指导。去年刚刚也聊到了，讲了一下我的书法家爷爷徐德伦先生被诈骗的故事。我爷爷很聪明，播出以后做了个小某书号，1个月的时间涨了1万粉丝，我自己涨了1200。我努力了1年，我没追上他。哎，你们有人刷到或者关注他那个号吗？取关他。就我现在都分不清我家谁上的节目。那天看到个营销号发我的视频，标题叫徐德伦孙子脱口秀。各位，我要早知道徐德伦这3个字去年传播比我快这么多，我真后悔了。我去年在这个舞台我就应该说大家好，我叫徐德伦。希望你们关注一下我的爷爷徐指导啊。我去年一边录节目一边还在北京上班，节目组听说以后就非要去我单位拍一下我工作的1天，公司没让他们进。于是这个节目组为了能够拍到我真实工作的1天，可以说是非常天才的，在外面租了个办公室让我去上班。各位，那是个礼拜3，我请假去的。这个请假理由是太难写了，领导，我想上外面上1天班啊。本身我领导就挺烦我，我记得我入职，他给我的第1个工作是把我派到我们在海南的一个旗下的免税打折的那种商场，让我去支援卖那种打折免税的奢侈品。但各位，我是那种对奢侈品价格完全不懂的人，我真丢大人了。我去第1天，那个领导拿了一个打了2折的围巾跟我们介绍1800，其他人都惊呼真便宜，就我提问，我说那打完折呢？后来这个领导按照能力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分配工作，这个同事 A 卖包，因为他懂包；同事 B 卖鞋，因为他懂鞋；安排我安保，因为他懂我。我那个主要工作防盗就可以翻译过来就是抓小偷，就你们也能理解，因为有很多人他商场里逛街的时候逛着逛着会觉得你们这个折扣力度还是不够大，决定自己动手。我们碰上个大爷穿上我们那个加拿大鹅的羽绒服就要往外走，我拦他以后，他跟我说是从家里穿过来。哎，我一直以为我们店里的大鹅都是加拿大来的，我没想到还有加拿来的。但我愿意相信有的顾客就是会穿着羽绒服来逛街，毕竟那天的海南38度啊，就他下半身还穿着短裤呢。一个上半身穿着像在南极的人，下半身居然就一条南极人。那个长宽羽绒服一穿，我都看不见他短裤了。我说太潮流了，大爷，下身失踪。只见他旁边那个羽绒服模特，上身失踪。你感觉谁用鼠标把衣服挪大爷身上了？换装游戏，奇迹大爷。穿的暖暖，大爷第2天卷土重来，那是更加凶猛，从帽子到鞋全是我们店里。就他往外一走，我以为哪个模特活了，而且我觉得他直接扒模特身上，这个偷东西方式也太可怕了。你说我哪天要是站在那个店门口站岗，我要是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安保服给我穿走了啊！每天过来扒2件衣服，大爷，我天天就得防他扒衣服。我那阵那个工作干得跟个阿凡提一样，我天天就研究怎么智斗这个八一老爷。我领导安慰我说，服务业就是这样，什么都有可能碰到。我说关键我现在干的工作性质也太像畜牧业了，每天就是负责把跑出来的加拿大鹅赶回屋子里面，偶尔还让我抓捕几只始祖鸟什么的。现在，但这份工作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是请假非常困难。去年第1轮来录节目那2天，我痛风发作非常严重，就实在是出不了门啊。这几句是跟我领导说的。到了这边以后，我发现录节目那2天，我们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要收手机。我那天晚上10点一出来的时候，我满屏幕好几十条我领导远程找我干活，质问我为什么这个失联的消息，我真是百口莫辩，我压力爆大，我想跟他胡说八道。我说不好意思，领导，我那个其实下午那个不好意思，这是不小心这个死了。我跳出还行，被复活了。因为我又痛风请的假，我真没什么办法。我最后憋出来一句，我下午痛晕过去了。我说领导，你有什么事儿啊？明天上午提前跟我说。
因为我大概明天还是12点晕过去。下周还让不让我晕，就看那几个坐着的大夫拍不拍手术灯了啊。妙手回春，妙手回春。但我说实话，我去年就是用的那种合法合规的年假来的。我不大理解为什么有的领导你用这种合法合规的年假，他会拼命的刨根问底问你的理由。我说家里有点私事，什么私事？出去旅游，去哪旅游？我说陕西，陕西有什么可玩的？我说陕西有秦始皇陵啊，我得去看看那些不让手下休息的暴君是怎么死的。说实话，现在请假压力，你们不觉得吗？有点太大。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大概过2个月想参加个婚礼，请1天年假，那真是提前快半年就跟我们几个关系好的去研究，在什么时机用什么话术给领导送什么东西，领导才能答应他。我说你要跟你领导求婚呢，你是怎么跟你领导请的假？你跟他说的该不会是那个领导嫁给我吧？领导但凡一犹豫，我们在边上帮着起哄，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以后我请假，你们几个都来啊！我说，那你以后没病也能请下来病假了，毕竟嫁给你是无论健康或疾病嘛。但病假是我心理压力最大的一种假，就我从来不敢休病假，请到我病完全好透那天，因为那样没法跟领导证明我病过。我前段时间崴脚还挺严重，拄了几天拐。我请完病假以后，我休完以后，刚好隔了个周末，就我恢复有点太快了。我上班那天我有点健步如飞了。那天我内耗了一早上，我决定在公司楼下找个医疗器械店再买套拐。但各位，装瘸这个事儿啊，真的很容易忘的。我当时发现那个打卡机还有20-30秒算我上班迟到，一群新同事看着我扛着双拐飞奔，那个姿势像一个拉黄包车的忘带车了。关键他们看着我打完卡立刻就瘸了，这还不是那天最尴尬的。我领导找我交接我不在这几天的工作内容，各位我真不知道我怎么做到的，我真不知道我怎么做到的，我给拐落领导办公室里。怎么回去拿呀？我不能现在回去，不好意思，领导，我这个爬了好几步啊，过来啊，聊的时间有点长，好了，好不好？我现在那个拐还在领导办公室里，没什么机会拿了。因为这次来上海之前离职了，感谢各位，主要我这么考虑的，这段节目一播出，我这辈子都请不下来假了，那我还不如干脆请个这辈子的假。谢谢各位，谢谢你们。谢谢徐指导，倒计时，3、2、1，请投票。确定辞职了，专注脱口秀了？我不能说专注脱口秀，录完再找吧，反正就是。觉得今年整个他的风格就更成熟了，还是说因为说的内容的问题？去年感觉特像一个学生脱口秀，是吧？今年感觉就是一下人物转换了，还是说去年其实这是准备？去年学生脱，去年那可能是谢谢，然后。不是，那谢谢我那么喜欢他，我还能不认识他？你少来。主要很多人分不清我俩。现在还有那个在谢谢评论区下面说最喜欢他那个讲他爷爷的段子，就是现在。那不能，兄弟不是讲那个什么跟孩子们打架那个？对啊，那个心理活动那个是吧？对啊，可能去年老讲爷爷的事儿就嫌小，啊，今天讲自己。